女孩来到下水道，放生了一只老鼠和4只乌龟，却不料爬进下水道的它们身体竟发生异变。自此过后，老鼠将4只小乌龟当自己儿子一样宠爱。可逐渐长大的它们对外边的世界无比期待，下水道也阻挡不了它们对生活的热爱。但鼠爹不允许它们出去，因为怕人类会因样貌伤害它们，也因为它们还没学会保护自己。幸运的是，鼠爹在扫地时发现了一本武林秘籍，上面记录着高超的忍者武术。对此，鼠爹自己先进行了一番学习，学成之后将其亲手交给了4个龟儿子，大概是天生的神龟。4个龟儿子的领悟能力极高，没过多久就顺利出师，还拥有了自己的专属武器。为了发挥神龟的价值，4个神龟会到处行侠仗义，让城市里最牛的大脚黑帮都为之忌惮。但大脚帮并不知道4个神龟的真实身份，于是这天夜晚又来到地铁站送死。而长大后成为记者的女主刚好在这群人质中，为了记录下大脚帮的犯罪证据，女主大美不顾危险拿出了手机录像，却不料刚好被大脚帮的人发现。但就在大美要面临危险时，车站的灯突然全部熄灭，地铁冲了过来，随之而来的还有4个龟影，和大脚帮的人展开搏斗。神龟面前无对手，等人们反应过来时，一行坏蛋已被治得服服帖帖，神龟们也早已不见踪影。只有大美发现他们似乎跑向了楼顶，于是跑到外面的大美赶忙顺着梯子朝楼顶爬去。越往上爬，神龟们说话的声音就变得越清晰。We know it's a camera flash. Who's behind the camera flash? By my calculations, it's a girl. And we gotta kill her. What? 大美听闻赶忙往下跑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直接被铁链钳制拽了上来。看着眼前的巨型神龟，大美紧张的呼吸急促，但神龟们并不会伤害她，只是想让大美删掉照片。其中的一只神龟甚至摘掉面具以示友好，只不过还是把大美吓晕了过去。等大美醒来时，4个神龟将大美包围，他们刚刚已经删掉了照片，所以现在看大美身体无碍后，神龟们准备离开，但大美却叫住了他们，并问道 How are you? We're ninjas. We're mutants. Well, technically we're turtles. Oh, and we're teenagers. 这解答让大美大为震惊，而神龟们为了不泄露身份，则是在临走前对大美发出警告。Do not say a word about this to anyone. If you do, we will find you. 随后就消失在夜色中。下水道盖被慢慢打开，4只小乌龟从中冒出头来，它们蹑手蹑脚地往前走，生怕被他们的鼠爹发现。但天生的没事儿找事儿潜质让他们无法躲藏。Guys. We got a bogey. 这次偷摸出去肯定少不了挨罚，但几个人即使被罚，也不说他们去干嘛了。龟嘴比他们的龟壳都硬，对此鼠爹只好拿出杀手锏。其中最馋的老3看到直接破防，一口气将事情全说了出来。鼠爹听到后顿感大事不妙，因为危险就要来到，他命令4个龟儿子将大美抓了回来。哪知摘下头套的大美一下就喊出了鼠爹的名字。原来经历昨晚的事情后，大美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她回家翻到了小时候的录像带，里面拍摄了鼠爹和神龟们的小时候，他们的名字还是大美起的，而鼠爹也一眼就看出了大美是当年救他们的小女孩。鼠爹在和大美致谢后，向大美讲述了当年之事。原来他们之所以变成这样，是因为多年前大美父亲和其朋友拉西研制出的诱变剂所致。这种诱变剂有解毒奇效，可拉西并不想用它做好事儿，但没想到最后被大美父亲发现。而大美父亲为了阻止悲剧发生，一把火毁掉了实验室。大美则是在危急关头将他们救了出来并放生。4个神龟得知后纷纷鞠躬感谢大美的救命之恩。与此同时，几人也深陷险境，因为在这之前大美并不知道拉西是坏人，所以为了得知真相，她在白天将此事告知给了拉西，希望拉西告知他当时实验的目的。临走还收了拉西一张卡，殊不知这张卡上有定位芯片，而此时的拉西则已经联合他师傅史莱德追踪到了几人的方位。当他们意识到危险时，史莱德已经带着小弟们闯了进来。鼠爹看着被钢铁保护的史莱德，拿起身
身旁的刀与其展开搏斗，虽最开始处于上风，可由于年事已高，鼠爹很快就被打倒。跑上前帮忙的大美也被抡飞，而另一边的神龟们也并不占上风。在其中的老二不幸倒地后，剩余三龟面对史莱德的威胁，只好乖乖就范，放下武器被带走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老二并没有死。见他们已走远，老二和大美将鼠爹安置到安全的地方。随后，大美找来自己的爱慕对象杰克帮忙，一起前往拉西的实验室。而此时的拉西则是正在命人抽干三龟的血液，因为三龟的血液里混合着诱变剂，只要将诱变剂从血液中提取出来，就是万能解药。而有了解药，他们就可以在城市中心投放病毒，再利用解药大赚一笔。病毒早就安在了市中心的顶楼，现在差的就是将解药带过去。但在这时，警报突然响起，原来是老二他们已赶到这里。拉西看着血液罐已被抽满，赶忙命人拔掉管子，将箱子带走。可让神龟老二没想到的是，拉西竟把他师傅史莱德留下殿后。老二见状只能硬刚，但很快就被打趴在地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史莱德离去。好在大美及时跑了进来，并在老四的指示下给他们都注射肾上腺素，在药物作用下，三个神龟的体力瞬间恢复。但此时史莱德和拉西都已离开，已在去城市中心路上，神龟们也必须火速前往。可让神龟们没想到的是，刚来到大楼想要伏击，就被迫停下脚步。神龟在打架前特意在电梯里唱一首 rap。此时已准备好的神龟们一口气冲到了坏蛋史莱德面前，打断了史莱德释放毒气的操作，成功为大美和杰克争取到了时间。而此时的大美和杰克已来到了拉西所在的实验室，但拉西有枪在手，两人一时间无法还击。楼顶的打斗虽然是以4敌1，但史莱德实在太过强大，神龟兄弟很快就全被打倒在地。史莱德则重新回到操控台，准备开启毒气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神龟们突然记起小时候玩的游戏。虽说是游戏，但配合上武术却是很强联合技。兄弟4人联合在一起，一番操作下，龟兄弟们成功将史莱德踹飞，赶忙来到操控台阻止毒气发射。但不料史莱德没一会儿就飞了上来。为了让神龟老四安心操作，剩余3龟奋力阻挡。可老四好不容易阻止住毒气，史莱德就又整出了新难题。他用武器打倒了储存毒气的铁架台，想借此发射毒气，但神龟们用身体支撑，并没让史莱德得逞。但不料下一秒，好在这时大美带着诱变剂赶来，借此威胁史莱德，但铁架最后还是倒塌了。史莱德见状将大美撞下了楼，并趁机夺到了诱变剂。神龟们则是赶忙下去救大美，在最后关头成功抓住了大美的手。为了打败史莱德，龟老大先用长剑发起攻击，随后按照大美的旨意将大美甩向史莱德。史莱德终于被打倒，危机成功解除。神龟们带着诱变剂回来救鼠爹，可鼠爹却迟迟没有好转的样子。只见这时，鼠爹叫神龟老三靠近，说了句悄悄话。 What did he say? What did he say? He said, please get your knee off my chest.